朋友们，这一期我们聊点硬核的，通过讲藏传佛教密宗最核心的无上瑜伽密的几位祖尊，来揭开藏传佛教密宗的神秘面纱。我会尽量用自然语言、大白话来讲清楚这个事情，确保每个人都能听懂。如果你对藏传佛教感兴趣，你就会发现，藏传佛教的造像当中有非常多的双身像，甚至很多佛像呢还是裸身的。当你看到那些色彩绚丽、多姿多彩的唐卡和佛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藏传佛教的造像体系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这些造像和藏传佛教的观想修行是否有关联？我是笑峰，一个藏密的实证研究者。本期的节目呢，我结合我在朗木寺密宗修行院的参观所得，和大家唠一唠藏密无上瑜伽部的几位祖尊，而这几位祖尊几乎都是双身像。藏密因为它不公开的原因，所以导致很多人觉得双身像非常的神秘。毕竟嘛，裸身的两尊神像抱在一起，而且还是多头多臂，还是青面獠牙的愤怒像。如果不懂藏密的人，不由得会生起来很多不必要的联想。我在朗木寺镇的格尔底寺参观的时候，无意当中走了一条人最少的路，路上有遇见一个僧人，而正是这个僧人让我参观了格尔底寺不向公众开放的密宗修行院。因为僧人要求我不能拍照和摄像，所以呢，我在密宗修行院所看到的内容没办法向你展示出来。但是里面的几尊佛像，我用的是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以及其他寺庙所拍摄的素材，作为说明也是能够解释清楚的。藏传佛教的无上瑜伽密的几位祖尊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？藏密主要修什么？我在这一期的节目就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揭秘。想要搞清楚藏密，就先得说清楚藏传佛教密宗的框架体系。这个框架就是九层四序。在藏传佛教的判教体系当中，九层是宁玛派对于整个佛法的完整次第划分，从低到高分为显三层、外密三层、内密三层三个层次。如果把这个体系比作一个大房子，那么这个房子的一楼就是声闻层，二楼就是缘觉层，三楼就是菩萨层。显三层呢是修行的基础，声闻层、缘觉层和小乘佛教的内容一致，菩萨层和汉传佛教的大乘核心内容一致。外密三层是四序、行序、瑜伽序，侧重于外在的仪轨，身语行持与内在瑜伽相应，是密法的入门阶。最关键的内密三层就是无上瑜伽部，包含摩诃瑜伽、阿努瑜伽、阿底瑜伽，是藏密独有的高阶法门，也是我们今天聊的核心。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四序啊，这个是藏传密法的通用分类，格鲁派、萨迦派、噶举派都遵循这个分类，分别是四序、行序、瑜伽序、无上瑜伽序。四序对应的九层的第四层，主打外在的仪式感；行序对应着第五层，事理并行，内外兼顾；瑜伽序对应第六层，侧重内在修持。而无上瑜伽序呢，则对应着原先的九层说法的第七层到第九层，是密法的最高层级，也是藏传密宗的核心特色。九层是整个佛法的修行次第框架，四序是密法内部的细分体系，无上瑜伽部则是藏传密宗最精髓、最核心的部分，也是追求极深成佛的关键。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，密宗和显宗有什么区别？其实从根本上来说，密宗和显宗一样，都是修佛法、求解脱、追求成佛，只是密宗和显宗的追求方式不一样。显宗讲究的是悟、知道、领会，通过公开的书籍、课程传授，每个人都可以学，每个人都可以悟。这就类似于我们上培训课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你认真学习记笔记，也可以通过自己看书自学，把知识学到脑海里，从而改变自己的意识。而密宗讲究的是体验、体会、感受，它是通过持咒、观想、静坐等方式修习。这种修习方式一定要上师带领，不可以自学，以免误入歧途。这就类似于我们上培训课的时候做活动啊、玩游戏啊、堆沙盘啊，老师并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直接传授知识，
而是让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体验所得。因此，藏传佛教更为重视观想，所以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就非常的丰富。这也就是藏区的佛像造像无处不在的原因。在寺庙里，在家里有佛像、塑像，在流动迁徙的时候可以带着唐卡，每到一个新的居所就把唐卡挂起来，甚至随身还带着嘎乌盒，也就是随身的佛龛。这也是藏传佛教当中最常见的随身信仰载体。我们再来细细说这个观想啊，最基础的是外境观想，观想本尊，坛存布局，建立身心与佛法的连接。进阶的是内在瑜伽观想，将自身与本宗融为一体，修持身与意相应。最高阶是实相观想，通过本尊的形象领悟空性的本质，实现相即性空。而一尊殊胜的佛像毫无疑问是有利于信徒观想的，所以看藏传佛教的造像，特别是看密宗佛像的造像，是最为直接的了解密宗的方式。这些造像的形象、服饰、首饰、器物、图案都是有着佛法上的象征意义的。我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把密宗最为重要、最为核心的几尊造像讲清楚，大家点个关注不迷路。我下面就展开来细细讲。我们先讲密宗本源教主级主尊大日如来和金刚萨埵。大日如来是法身如来，为密宗的最高本尊，梵名为摩诃毗卢遮那。摩诃是大的意思，毗卢遮那为日的别名，故译为大日。佛陀大公无私的施予众生无限的佛光加持，就像世间的太阳一样，在日出之时，阳光遍照大地，无论贫富、贵贱、咸愚、好人、坏人，大地万物均能够得到平等的普照。然而世间的太阳有昼夜之分，难以照见暗室及地下等处，而且还有毁灭的一天。佛德却能够遍照周遭一切，佛光不生不灭，恒古长存，范围惠及十方法界，故称之为大日如来。密宗认为，大日如来本身像一轮太阳，或者一颗玲珑剔透的明珠，象征着我们的自性菩提，是我们的自性佛，进而可以演化出种种相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事物都是一种佛德的显现，在每个生灵身上都可以看到佛性，因此佛性是人人都有的。在密宗中，果地佛是大日如来，因地的成就者就是金刚萨埵。金刚萨埵继承了大日如来的精神，并加以无限延续下去，所以密宗的第一代祖师是大日如来，第二代祖师是金刚萨埵。金刚萨埵又名金刚手、执金刚、持金刚、金刚持，是大日如来的内眷属，为诸金刚的上首，居于金刚法界宫。大日如来曾亲自向他传承密乘，他又传给释迦牟尼，因此成为传承密法的第二祖。金刚萨埵是金刚有情、无限生命的延续者，是具有大智慧，能够断除一切烦恼，切入般若空性，体受佛法的人。凡是能够掌握佛陀精神的人，即可称为金刚萨埵。所以金刚萨埵不是以右手持金刚杵，左手拿金刚铃为外相表征而已。凡是能够掌握佛陀精神，并将之无限延续的人，就是金刚萨埵。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得出来，密宗也继承了佛陀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。佛是未来人，人是过去佛，所以密宗并不神秘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密宗无上瑜伽部的5位主尊，这5位均为藏传密宗通用的无上瑜伽部的核心本尊，也就是说，藏传佛教的各大派均信仰此5位主尊。下面我们一一讲解。密集金刚属于无上瑜伽部方便复续本尊，清宫亦称之为阳体秘密佛，也是藏传密宗无上瑜伽复续中最具代表性的本尊之一。其传承历史悠久，在格鲁、萨迦、噶举等主流教派中均有广泛修持。密集金刚的标准造像细节十分清晰，主尊为深蓝色身，象征佛法究竟谛理，三面六臂双身像，居中的一面蓝色，
右面为白色，左面为红色，分别代表法身、报身和化身。每面各有3只眼，代表着洞察三世诸法实相。正中于左面带愤怒相，右面呈寂静相，对应佛的身、语、意3密。中央2手，右手持金刚杵，左手持金刚铃，交臂环抱佛母。铃、杵代表金刚部和不动佛之大圆满静智。其余的4臂为右上持法轮，代表着佛部和毗卢遮那佛之法界体性智。2手持莲花，左上手持宝剑，莲花代表莲华部和阿弥陀佛之妙观察智，宝剑代表结魔部和不空成就佛之成所作智。2手持摩尼宝，代表宝生部和宝生佛之平等性质。总摄密宗5佛5智，佛母手中的持物与本尊相同。2尊头戴5佛宝冠，身着天衣，珠宝璎珞等一切报身佛的种种庄严具足。父母双尊相互拥抱，以金刚家夫双运相安坐于莲花日轮之上。密集金刚修持是无上瑜伽复续的核心法门，以升起次第静观本尊为基础，以圆满次第气脉着火幻身光明双运为核心，通过乐空双运将凡夫的身心转化为佛的5智，即身成就法摄双运的金刚持果位。大威德金刚又称为部位金刚，梵名延曼德迦，藏语吉多吉，意为死神、死亡。这个名字有3方面的含义：修持可以消除早夭，消除因情感和心灵扭曲造成的内心死亡，消除因经脉轮穴堵塞造成的神秘死亡。大威德金刚法传承于文殊菩萨。相传当年大自在天和摩多摩罗2位天王发生纷争，文殊菩萨为了调解他们，宣讲了佛部护吉祥金刚大威德10万颂，交给起司金刚佛母和秘密主金刚手菩萨。他俩以神力将大威德10万颂埋入空中，后被印度高僧拉累达巴奢觉得。这就是世上所传的藏密无上瑜伽5大本尊之一的大威德金刚法。大威德金刚的形象和修法有很多种，常见的有2臂、4臂、18臂、34臂，有单体的，有双身的。其中最能代表修法的是34臂的双身像，这也是最复杂、最恐怖的一种形象。其特征是9头34臂16足，有一对锐角，头戴骷髅冠，面相极为愤怒。3目圆睁，卷舌獠牙，露齿，怒发上冲，须眉如火痴蓝，以黑蛇为落叶，50狮人手为项链，6骨璎珞一切骨饰为庄严，身负巨大而裸体，与躯右斩左姿态成立，怀抱明妃起狮金刚母，两者都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尊，象征智慧以阳刚之力愤怒地摧毁了3种类型的死亡，以其阴柔之力使人痊愈和复生。藏传佛教各大派均修大威德金刚法，格鲁派和萨迦派尤为重视。格鲁派将其列为重要的护持和成就本尊，修持仪轨极为严谨，需上师亲自灌顶。通过观想与气脉修持，快速消除业障，增长智慧，证得无二空性。胜乐金刚也称作上乐金刚，藏语灯巧，被归入无上瑜伽部的母序，是黑鲁嘎类尊神的代表。修法源于胜乐根本序，在噶举、格鲁、萨迦等教派当中皆有重要传承，尤其为噶举派所重。胜乐金刚的标准造像为4面12臂双身站立像，主尊为深蓝色，象征空间和本初智慧。4面分别为白、黄、红、蓝4色，对应西、真、怀、诸4事业。每面3目可以洞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事。头戴5骷髅冠，顶立金刚杵，身后披白象皮，腰间为虎皮裙，主臂于胸前交持金刚杵与金刚铃，拥抱红色的金刚海母。胜乐金刚的明妃头侧有猪手标志，为其显著的特征。其余的10臂分别持斧、3叉戟、骷髅杖、套索等法器，象征破除12因缘，调伏诸魔。双足分别踏大自在天，也就是湿婆与时间女神，立于莲花日轮之上，象征超越世间生死两极，安住无二涅槃。其修持的核心聚焦气脉明点与明光瑜伽，特别适合对治贪执。通过上师指导的观想、持咒、坛城修法，打通体内3脉7轮，将世俗之乐转化为大乐智慧，最终实现乐空双运，达成身心圆满、极深成就的目标。
欢喜金刚也称之为呼金刚、银雪喜金刚，属于无上瑜伽部的母训，是萨迦派道果法体系当中的核心本尊。其修法根据欢喜金刚穴等典籍，它标准造像为8面16臂4足，也有5面16臂常见的变体的双生像。主体呢呈黑色，象征着能摄受一切邪魔，也有体色为蓝色的，代表着空间与意识。8面象征着眼观8种智慧，16臂象征着触摸16空相本质。每只手持一个银血的炉器，右8手炉碗中分别有大象、马、驴、公牛、骆驼、人、狮子、猫等。左手的炉碗内分别有地母、水母、火神、风神、太阳、月亮、阎王、财神等，象征产生16种智慧的大乐。明妃金刚无我佛母，身青灰色，一头3目，右手执金刚月刀，左手执炉碗，左腿屈立，右腿紧缠护佛腰部。双尊均裸身，拥抱威猛而和谐，以武力的姿态安住于莲花日轮4魔重叠座上。男女尊都身带骨饰，这是因为欢喜金刚密续是着火修持的主要源泉。其修持的要义在于转化贪毒，破除我执，通过严格的灌顶与仪轨，观想自身与本尊无二区别，以空性的智慧摄受一切烦恼，将其转化为菩提道的助力，最终证得乐空双运，成就悲智不二的解脱境界，是萨迦派的核心修持之一。10轮金刚包含外10轮、内10轮和别10轮，也涵盖了宇宙日月星辰及人体内色受想行识等5蕴，及宇宙中地水火风空与时间之流的神秘秘法。10轮金刚藏名为丁科，为报身佛本尊，属于无上瑜伽部之不二序。传说10轮金刚大法由释迦佛亲身所传，为本师佛世尊智慧的结晶，宇宙天地万物一切佛性的根本。10轮即时间之轮，轮回为痛苦之根，而有情最大的妄念就是攀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而流转于6道。若修持10轮法，便可转不净为清净，令毁灭得以复生，化痛苦斗争为和谐与快乐，可获得平息兵灾及一切劫难，促进和平、风调雨顺、涅槃不轮回、往生本尊净土香巴拉国等多种功德。它以气脉明点为修行基础，转化身心，超越时间幻象，最终证得时空不二、智悲双运的佛果。同时，它也是藏传佛教当中最能消弭战争、灾难、护持世界和平的本尊法门，是无上瑜伽部当中最殊胜、最完整的不二序大法。相传呢，这个10轮金刚密续是佛祖最早传授的密续体系之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同时。然而在传法不久后，被带到了印度以北一个被称之为香巴拉的净土，保存数百年之后，直到公元10世纪才重新被带回印度，随后不久被引入西藏。藏密萨迦派最早传10轮金刚法，奠定藏密10轮金刚修学的基础。后来各派普遍修习，较大的释眼军专设10轮学院，但因其是极重要的法门，具备灌顶传授此秘法的人并不多。依据多种传承的密续，10轮金刚已示现不同的形象。10轮金刚的形象有很多种，一般是身呈蓝色，4头12臂，每面有3只眼，右腿伸，左腿屈，手中持物由下而上，右边依次为金刚杵、宝剑、3叉戟、金刚月刀、五剑、钩杖、法鼓、锤、法轮、矛、宝杖、乐斧。左边依次为金刚铃、盾牌、降魔杵、炉器、弓锁、摩尼宝、白莲花、白螺、宝镜、钩镰、4面梵天手。头顶即以金刚杵为饰，上着天衣，下护皮裙，佩戴各种宝璎珞，具备一切报身佛的庄严。10轮金刚怀抱一切佛母，双运于日轮当中，足踏大自在天及其天母，表摧伏贪嗔痴诸障。明妃身黄色，4头8臂3目，右臂持金刚月刀、钩杖、手鼓、念珠，左臂持炉器、绳索、白莲、摩尼宝。10轮金刚和一切佛母的表情都是世称世喜，拥抱在一起，代表自悲双运。到这里为止，你已经把藏传佛教密宗最为核心的几尊佛像搞清楚了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比90%的人都了解密宗无上瑜伽密的佛像了。不过呢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明一下。前面提到的5部金刚造像多为双身像，也就是民间常说的欢喜佛。很多人会产生世俗的误解，其实这种双身像的核心寓意是方便与智慧的合一，
大乐与空性的合一，并非世俗所理解的性交的含义。其本质呢是帮助修持者转化贪执，领悟空性智慧，是密宗修持当中的乐空双运的理念的具象化的体现。另外呢，前面反复提到的父序、母序和不二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给大家澄清一个关键的问题啊，避免望文生义。这里的父序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父母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藏传密宗当中的专属称呼，大家千万别误解成和父母有关系。明确这一点之后呢，我再用大白话讲清楚三者之间的区别。父序侧重点是方便和力量，比如说我们讲密集金刚啊、大威德金刚啊，修持的核心是借助本尊的威猛力量吹破烦恼，证得智慧，更强调行动力。而母序呢，重点侧重智慧与空性，像圣乐金刚啊、欢喜金刚啊，它修持的核心是通过领悟空性智慧，转化自身的贪执，实现身心圆满，更强调内在觉悟。两者相辅相成，最终都是为了帮助修行者实现乐空双运，走向解脱。不二序也叫无二序，和父序、母序并列，是无上瑜伽序的三大分支之一，和父母也没有关联。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不二，简单的说就是不单独侧重父序的方便力量，也不单独侧重母序的智慧空性，而是把两者完全融合，做到方便与智慧的不二，空与乐的不二，不再做区分。我们前面讲的十轮金刚就是这个不二序的核心本尊，它的修持体系最能体现这种合一。比如说通过观想十轮坛城啊，实现内在身心与外在宇宙的统一啊，修持核心直接契入轮涅无别的境界，不用再分别侧重于某个方向，这也就是不二序最特别的地方。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聊完了藏密最核心的几位祖尊。有朋友可能会想知道，藏密搞这么复杂，它到底在追求什么呢？其实藏密的核心追求就是追求寄生成佛。藏密的寄生成佛是不同于汉传佛教净土中所说的即心是佛，也不同于汉传佛教禅宗当中的见性成佛和天台中的六即佛，而是寄生成佛和寄生成佛。这里的寄生成佛也就是此生这一辈子的意思。核心的说，修持者不需要等到来世，而是在今生这一世，通过密宗的严谨修持，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观想啊、持咒啊、气脉明点修持，以及本尊的相应等，借助上师的传承与本尊的加持，在自己当前的这一世就实现身心转化，证得佛果，达成解脱。简单的说啊，就是这一辈子能成佛，不用经历多世轮回的积累，这也就是密宗的寄生成佛体系里非常核心的一个追求。和寄生成佛相辅相成，密不可分。再说清楚这个寄生成佛，这两者呢虽然相辅相成，但是核心呢却各有侧重。即身就是当下的这具身体，意思是修持者不需要舍弃当前的肉身，也不需要等到来世换身，而是依靠自己现在这具身体，通过密宗的严谨修持，转化身心，净化业障，让这具凡俗的身体直接成就佛的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达成肉身成佛的目标。这两个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说，通过用现在的身体，这辈子就修成佛，不用经历多世轮回换身，也不用脱离当下的肉身去追求佛果。据说啊，这个密宗啊有3种成佛方式：理具成佛、加持成佛、显德成佛。我们先说第一种理具成佛，意思是诸佛的理智和圆满功德本来就藏在我们凡夫的身体里，和大日如来的佛性是一样的，不是后天修来的，而是我们本身就具足的，这就是成佛的根本基础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加持成佛。既然我们身心本身就有佛性，那么修持的核心就是通过持咒、观想、三密相应等方式，借助上师的传承和本尊的加持，让我们父母所生的这具凡俗肉身慢慢的转化，最终变得和佛的身体没有区别。第三种呢，就是显德成佛，就是通过前面的修持啊，一步步证入无上悉地，把我们本身具足的佛性、法性的所有功德都显现出来，真正达成佛果。因为这3种啊都是因果同时，不经劫位，不断烦恼，不转凡身，所以呢，这3种呢都叫寄生成佛。寄生成佛并非唾手可得，在修习密法之前，必须修完下、中、上3、4道，通达显教，
然后再选择名师得灌顶，坚持3位业界才可以修秘法。说到这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，要做到显密圆融，需要学习多长的时间？这个时间呢，没有绝对的标准，因人而异。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：首先是显教的基础，系统学习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的核心教义，至少需要3到5年，有些人呢可能10几年都有，这是理解佛法的根基。接着呢，再进入密法视序修持，从事视序、行序、瑜伽序学起，掌握仪轨、观想和气脉明点的基础，至少需要5到8年。最后呢，进入到无上瑜伽部的高级修持，从摩诃瑜伽、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，这是显密圆融的核心阶段，至少需要10到15年的专注修持，甚至更久。因为这不仅仅是学仪轨，更是通过实修实现自己身心的转化，证得空性智慧。当然了，实际的修持因人而异，关键是在精进的程度与传承之道。但这个框架足以说明，显密圆融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需要漫长扎实的积累，容不得浮躁。讲到这里呢，我们通过讲藏传佛教密宗的几位祖尊，把藏传佛教的密宗最为核心的无上瑜伽部简单介绍了一下。我们从9层4序的框架，到观想与三身的具象化，再到5位祖尊的序部的归属与意义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，藏传佛教密宗的核心从来不是什么神秘的仪式，而是通过具象的载体，引导修持者走向内心的觉醒与智慧的圆满。藏传佛教的魅力在于用生动直观的艺术承载深刻的佛法智慧，用最严谨的修持次第指引修持者最终走向终极的解脱。我希望呢，这一期的内容呢，能够让大家对于密宗有更清晰准确的认知，对于藏传佛教的修持体系与文化内涵多一份敬畏与理解。我是笑峰，一个藏学的实证研究者。如果你也对藏密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当然，对于密宗，我目前了解的也不是很多。持续研究和了解密宗，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跳出对于密宗的神秘滤镜，读懂雪域高原的文化与智慧。那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